大家好，我是妮娜。昨天呢，日本的岸田首相又再一次放宽了日本旅游的限制。很多人是以为终于可以来日本自由行了吗？你们知道说明一下这一次岸田首相公布的内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也会跟大家说现在到底可不可以来自由行。第一点是从9月7号开始，日本的入境人数上限从一天2万人变成5万人，那也就是一个月入境人数可以从60万增加到150万人。那第二点是，也是9月7号开始放宽团客的限制。如果是团客进来的人，就不会需要再由导游陪同。那昨天这个新闻出来之后，就有很多媒体，像是台湾媒体都有报说，终于开放自由行了。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个开放团客的限制到底是不是开放自由行？那就要先看一下大家对日本自由行的定义。因为以前来日本自由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入国，但现在的状况还是有2点比较不自由，跟以前自由行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一定要透过旅行社申请观光签证。那第二个是要透过旅行社办理机票跟酒店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你自己订机票、自己订饭店，然后时间啊或者是日期也都是不能自己决定。来日本的时候呢，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，不需要导游陪同的行程，所以就有一点类似自由行，有点+9的概念这样。总结来说呢，不算是回到以前的自由行的心态，都是要透过旅行社帮你安排。那刚才说的部分就是日本昨天岸田首相公布的最新入境规定。那台湾旅行社这一边呢，根据中央社的说法是，台湾可以透过旅行社进行所谓的类自由行，因为现在台湾是有禁团令的，就是旅行社不可以组团出游，所以台湾人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透过观光签证入国。你现在要进来日本的话，都是透过商务签啦，或者是留学签之类的。目前台湾旅行社还是一样不可以组团出领队，就是没有办法带团到日本当地。但如果是旅行社贩售+9自由行，或者是旅行社可以找到日本当地的地接旅行社担保，协助引荐当地的旅行社，而且没有向旅客盈利的话，就不会在禁团令的范围内。要注意的点是，第一个是你如果要来日本旅游的话，是要透过旅行社办理签证的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是你可以购买+9的行程，那由日本当地的地接旅行社出团的话，就可以进行类自由行。那第三个是，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，日本这边规定是1个人以上就可以算是团体了，所以你其实是可以1个人到日本来玩的。那第4个呢，是现在申请观光签至少要等1个月以上，也就是你现在想要来日本进行类自由行的话，你也是没有办法马上来。所以现在的日本入境政策就可以整理成2个重点。那第一个就是台湾人、香港人，只要你有取得签证的话，不用隔离就可以入境了。那第二个是你入境日本之前有打3剂疫苗的人，就不需要再提出 PCR 的阴性证明，就可以省下那一笔来到日本之前还要花3000多块台币做 PCR 的费用。那台湾这边的政策就是9月1号开始，你只要居家检疫3天，自主防疫4天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是台湾人，然后又可以自己1人1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回你家，不需要再住隔离旅馆，就可以直接在家完成居家检疫3天跟自主防疫4天的这个行程。现在台湾入境的时候也不会需要提出阴性证明了，所以就是你要从日本回到台湾的时候，也不需要在日本先做 PCR， 就可以直接搭机回台湾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整理到9月1号为止的最新消息。那未来日本旅游限制一定还会更松绑啊，所以就是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免签就可以来日本自由行。我也希望可以早日不用隔离就可以回台湾。好，那这一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们频道除了跟大家介绍日本各地的观光之外，偶尔也会有这一种日本最新资讯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这一支影片或者是留言，那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